河南安阳灵泉寺有一位得道高僧，当地传言他活了160岁，死前留下遗言，让人3年后将自己挖开，若是肉身不腐，就证明自己已经羽化登仙；若是肉身腐烂，就一把火把自己烧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他死后竟然还不进棺材，要求弟子将自己装进大瓷缸中。然而不久后，有人因为好奇，竟然提前打开了大瓷缸。这一打开，竟揭开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这位老人为什么能预知自己死后可以肉身不腐？他真的打破了人类的极限，活了160岁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双击点赞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吴云清肉身不腐之谜。1988年9月，安阳市韩王渡村一座破旧的佛祖庙中，吴云清老人离开了人世。后人也按照他的遗言，将他以打坐的姿势安葬于一口大瓷缸。由于吴老先生生前在当地威望颇高，所以他死后还有人专门在灵泉寺为他建造了一座石塔。在下葬时也有很多老百姓在场。这时候人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吴老是用那个白色的一个包单裹着呢，好像略微露着点头顶。他一抬到他走这一段距离，他那个头就是一摆，头就是一抬一抬的，因为他要颤动嘛。他一颤动，就是老百姓觉得感到非常稀奇，说这个3天一晚都僵硬了吧？怎么这个身上还是发软的？所以老百姓就看那个热闹的这个劲儿就更大了。然而就在2000年12月的时候，却有一行人悄悄来到了宝山灵泉寺，准备把2年前那口大瓷缸挖开。他们为什么不听老人的话，要提前开缸呢？一个天冷，万一不成功，这气味还不会太大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保住这个秘密，他们谁都不知道。我们先打开看看以后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让外界知道；如果不成功的，以后就封住，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。原来当时吴云清老人的遗言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，当地人也对这件事十分关注。因此灵泉寺的工作人员就打算提前打开这口大瓷缸，倘若真是肉身不腐，也不差这9个月。想要开缸，就必须先把外围的石头拆除，所以开缸的工作一直秘密进行到深夜。密封了2年后的石塔终于被打开，2年前封存于此的那口大瓷缸也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。在吴老先生下葬前，为了能够在不影响缸内环境的情况下还能看清楚里面的情景，人们就在缸上打了一个洞，然后就用玻璃胶把玻璃粘在洞上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看清楚里面的情况了。由于当时天色已经很暗了，所以工作人员就拿着手电筒透过玻璃照进了缸内，没想到却看见了令人十分震惊的一幕。河南安阳灵泉寺有一位得道高僧，打破人类寿命极限，活了160岁，死后预言3年后肉身不腐。2年后人们提前打开，竟发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。只见玻璃表面充满了水珠，这些水珠也导致他们无法看清瓷缸内部的状况究竟如何。但是在场的人感觉吴云清的尸体不腐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玻璃上有水珠表明这个大瓷缸内部的湿度非常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要想让肉身不腐是很困难的。尽管有点害怕，但是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，还是要打开瓷缸一探究竟的。当人们把缸慢慢打开时，令人不解的事情发生了，竟然没有尸体腐烂的味道发出。按理说，就算现在天气寒冷，如果尸体腐烂也会有很大的气味，现在却没有任何气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打开缸以后，众人都震惊了。一到打开缸以后，就是他个嘴，就是这个脸骑到这个缸上边了，就是嘴歪了点，骑到个嘴这个缸上面了，就这一点毛病，别的什么没有。吴老的预言竟然真的应验了，在缸内保存2年的遗体竟然丝毫没有腐烂的痕迹。从此这件事就被传开了。宝山灵泉寺一位160岁老人下葬3年后肉身不腐，周身柔软，肌肉富有弹性，相貌栩栩如生。那这吴老先生的遗体究竟为何能在被葬2年而不腐烂呢？难道是去世之前做过什么防腐措施吗？其实在之前就有考古工作者发现过不腐的尸身，就比如说马王堆汉墓之中辛追夫人的尸体，她不仅不腐，就连身上的皮肤毛发都清晰可见，宛如刚刚离世一般。
之前发现这些部府的尸身都与墓葬结构有很大关系，但是吴老的尸身并没有经过什么特殊处理，而且埋葬条件也是十分简陋，就是一个大瓷缸和一个瓷盆，加点水泥从外边封住。尽管这个小环境对肉身部府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就仅仅靠这些一些炉灰和煤油灯就能够让尸身不腐吗？这个时候就有人对吴老先生尸身不腐的现象提出了质疑，甚至还有专家直接表示，2年后打开依旧完好如初，没有腐烂，没有细菌生长，皮肤还有弹性，这种情况他没见过。随着这件事情不断传播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慕名而来，这个时候质疑的声音就越来越大，很多人都怀疑吴老的尸体在下葬前肯定做过特殊处理，比如下葬前浸泡过福尔马林，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就是一具人为制造的不腐尸身。那这些猜测究竟是真是假？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听到这些质疑的声音的时候，就决定让专家来验证一下，看看这尸身不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难道真如传言所说是人为制造的吗？灵泉寺160